欢迎收看截拳武馆的影片。本频道主要在分享 JKD 李小龙截拳道的教学课程、练习方式以及实战应用技巧。那如果喜欢本频道的内容，请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的朋友。本集的重点内容将是我们该不该练习打沙包？打沙包我该注意什么？我该如何去组合我打沙包的练习内容？打沙包是否真的可以训练我的格斗技巧以及减重？欢迎来到全新的系列，就是打沙包。其实以前我不太打沙包，在练截拳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人可以打，我何必打沙包？我其实不是哈，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一直认为打沙包它是一个很被动的东西。那因为刚开始在练拳的时候，当然你一定会去打沙包，因为一个沙包是给你进行打击练习的一个很好方式。那到后来我是发现沙包它没反应，没有跟人练来的效果好，有一段时间是不太喜欢打沙包的。可是在我后来开始慢慢成为教练，慢慢的开始在教学生，我有发现打沙包对于很多人来讲的必要性，因为并不是大家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人，或者是有伙伴可以陪你进行一个练习。首先就是呢，我们为什么要打沙包，以及打沙包有什么好处？其实第一个重点就是，通常我们在练习打沙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练习对象。因为其实如果有人可以帮你拿把，或者是有人可以穿护具给你那绝对是一个最开心的事情。可是我们并不是有这么多的受害者，或者是有这么多的陪练员，所以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沙包就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打一个不会反击的东西？其实第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可以让你尽量的去使用你的劲道、你的力道、你的技巧。所以不管是你今天要出拳，你要出腿，你要侧踢，其实都很 OK。你再重，它也不会受重伤，它最多就是被你打到坏掉。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打沙包当作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又或者是当作是一个技巧的复习，其实都是非常 OK 的。那当然，打沙包它有很多的打法跟很多的方式，也有人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沙包可以打怎么办？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对你来讲完全不是问题，你可以买一个。好，这个是事实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我家里面真的没有地方可以挂沙包，可是你至少一根绳子，或者是今天你可以放一个模拟的目标在这。其实打沙包它不是只有打击这件事情是我们打它的唯一需求，而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去训练距离。我可以不用把我的手打进去，我可以控制好我的距离，碰触、踢腿，我都不一定要把我的力道打进去。我可以选择碰触，我可以选择碰触多一点，我可以选择碰触更多，我可以用更重的劲道去做这些动作，而不是它只有打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没有沙包，你一样可以进行空练。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所有的打沙包的练习动作，你去进行空练，你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好处。打沙包的注意事项，其实刚刚讲到的打沙包是个可以让你训练力道什么什么的，此之外，大家还是要记得注意自己的练习安全。第一个就是当你在打沙包的时候，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用尽全力的去做动作，不管你要用手或者是用脚，因为用尽全力就很容易会失控。因为你到达 100%， 你哪怕只要是 101%， 就代表你已经受伤了，你可能会伤到关节，会伤到手腕，伤到手指。那以我个人来讲，我在练习打击沙包的时候，我习惯不带任何护具，也就是说我不喜欢戴手套，因为我喜欢，应该讲我从以前我就是习惯我赤手的空拳去打击目标。因为我们在比较传统的练习法，我们会去打绿豆带，我们今天会去训练我们迎面骨的强度，我们会去增加我们武器的耐性。可是现在的人比较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你们会比较稚嫩一点。就像我有学生戴着手套打沙包，还可以打到6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代人真的比较嫩一点可是我们正常有经过这个传统武术这样子的，应该讲传统的训练的过程上来的，我们都没有那么稚嫩，我们没有那么容易会6倍，会扭到或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打它不会受伤。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让自己受伤。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练习经验，我会建议你戴着手套进行这个打沙包的练习，甚至是穿着这个护脚去进行练习。因为当然沙包一般来讲，你的脚去踢它不会很痛。可是如果有去一些健身房的朋友，应该会注意到，健身房如果吊的像这一种所谓的标准的牛皮沙袋，这里面其实是牛皮，它的下面这一端是非常硬的。所以你在踢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子去踢，你脚趾一不注意去折到，或者是你一个侧踢，哇，去踢到你的脚背或者是脚踝，这个都会让你很痛，或是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会疲惫，你一疲惫你就会没有注意，你可能就会扭到你的手腕，你可能会折到你的脚趾、手指，好，甚至是去擦过这个把，然后导致这一边破皮。我们这个课题里面不是完全以截拳道的角度先跟大家讲我们怎么打沙包，所以不要担心这一点，那也不要觉得等一下我在示范的任何动作不够截拳道，因为我现在只是在教各位如何有效的去打沙包。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以拳击式的方式在打，就一开始就是轻轻的先去习惯接触面，然后注意握拳，这个就要回去看影片，怎么握拳怎么打。那你在打击的时候，先轻轻的，先去习惯哦，这个直拳它是这样打，然后我可以轻轻的，然后慢慢的，你可以加一点速，但不要加力，加速就好，然后确保你的动作的正确性，然后再开始加力，微微的移动步伐到跨一步，记得不要超过70%或者是80%。因为在现阶段是没有必要，尤其刚开始去接触打沙包的时候，你要最大的重点是去习惯这个节奏跟 tempo 嘛，而不是去我想要打得多猛，我想要打得多有力。因为沙包不是让你做这样子的宣泄而已，而是你要很懂得去利用沙包来提高自己的稳定性跟流畅性。所以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因为你只要受伤了，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练习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去打沙包，也就是我该怎么去组合我的动作。我现在所讲的内容将不是只是 focus 在拳击、截拳或者是什么单一武术，而是现在就告诉大家，你可以怎么样去组合你的变化技，你把它有一点自由模式 freestyle 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先去掌握你的基本动作，直拳的基本动作，勾拳的基本动作，下勾的基本动作，然后你的手肘的基本动作，膝盖的基本动作，到你低踢，再到中踢，再到高踢，这样子的基本动作。关键是在做任何这种练习之前，请务必确保你有伸展，但是不要伸展过头。你的肌肉如果伸展过头，你其实也很容易受伤的。当你掌握这些基本技巧之后，你要开始去习惯前后的移动，然后绕着沙包的移动，也就是像这样，你要能够跟着沙包走，然后沙包在晃的时候，你也可以配合前进跟后退，去模拟一个人跟你在进行一个调节，什么时候进行攻击，什么时候停止他的动作，这些都是重点。我们在组合这些基本动作的时候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可以先组一套顺打，也就是我先直拳胖胖，然后勾拳胖胖，下勾胖胖，低踢胖胖，好，这样子就是一组。你要开始做组，一开始你可能是直拳1、2就是一组，1、2就是第二组，这种去切换，你要去先设计出你自己的打法。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要先把每一个单独的 1、2先练熟，不管是直拳的 1、2，或是勾拳的 1、2，下勾的 1、2。出腿的1、2，这些都是你要慢慢去熟悉跟习惯的。那一开始可以不用快，你可以慢慢的，然后连接这样的方式去做热身练习。你势必要记得的点就是，你要先确认你做的动作是正确的，然后不要受伤。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如何去组合的时候，要先能够知道的基本功。你要先知道你要做的动作有哪些。范围有哪些？你的组数是什么？然后跟你的变化是什么？这就是重点。那之后呢，我们会出一系列的打沙包的组合影片，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参考我提供的打沙包的练习方式。你只要照着里面的方式做，你就可以达得到某些效果。
今天打沙包这件事情能不能训练我的真实的格斗能力，以及可不可以减重？好，我们先讲减重。你如果用正确的模式去打沙包，例如假设你用之后我们分享的这一个打沙包的影片，或者是你把打沙包的动作跟塔巴塔去进行做结合，或者是你把很多的重训动作，在你做完重训之后，你马上接着做打沙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的卓越。其实打沙包可以打得很慵懒，它也可以打得很剧烈，它也可以打到让你喘不过来。那通常来讲呢，我在训练学生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至少要能够连续打1分钟，停10秒钟，打1分钟，停10秒钟，打1分钟，停10秒钟。这样子还代表说 ，OK， 你今天对于自己的肢体收放，你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掌控。那我告诉大家，你至少在1.5秒以内，你要做1次的攻击动作，因为你做到后面你会很累，你会开始节约。所以通常学生在练习搏击之前，都会让他们经历一个这样子的体会，去知道自己的心肺状态、出手状态，以及所谓的攻击节奏上面。再来就是你在高速打沙包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挥空。因为这个是比较重，是比较不会。可是如果你打一些比较轻的沙包，你就会发现这沙包会飞起来，它会乱晃，就像速度球一样。那你就有可能会打不到。尤其在后面你真的很累、很喘、很没力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挥空拳是多么累的一件事情。你也会知道你要开始如何节约你的体力，去控制你的力道。所以打沙包原则上来讲，它在减肥这件事情上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回到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打沙包是否可以训练你的真实格斗技巧？在这边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可是它能够训练你的真实格斗的技巧，也只不过是一个在这个东西你设定成是完全被动的状态。你如果今天想要去练习，就像我上一次讲解的一个课程，就是你要如何从防守变成攻击来讲，其实沙包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模拟方式。毕竟它只是模拟，你一定要有真实的人朝你进行攻击，你防御了之后，你再去进行这个反击的动作，你才能够很真实的知道结论，而不是用模拟的方式去模拟一个可能的结果，这个就太多变数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只是要利用沙包去进行一个攻击技巧的练习，并且提高熟练度，甚至提高你的节奏、你的控制能力，这绝对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今天你想要光靠打沙包去提高真正的实战技巧，那我告诉你，它会有个瓶颈，而且是很有限。这一段距离的提升是很高的，也就是你从你什么都不会，一直提高到一个合理值，也就是一个水平点，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指的只是你要再往上。你还是需要真人的对练练习，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不管有沙包或者是没沙包，你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好，那包含之后我推出的相关影片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用无沙包跟有沙包的方式去练习。那2种练习，其实你会得到的结果会有一点不一样，好，甚至是它2个彼此之间有互补。所以其实你到时候有沙包的，你就打了沙包；你没有沙包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练没有沙包的方式。相信这2种交互的方式，可以很有效的去提高你的身体感知能力跟所谓的一个感受度，你就会去提高你在搏击的时候你身体的控制技巧。当你没有沙包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练到很多肢体的控制跟节约能力，因为你不要让自己受伤，你要让自己的动作因为没有反正来得及进行一个回收的动作，你会开始懂得借力，然后这很多的一些 detail 的技巧都会涵盖在里面。那在这边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当你今天已经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之后，我会建议大家不要戴手套进行练习，因为你在外面真的要搏战或者是要怎么样要防身的时候，你是没有手套可以戴的，因为手套给你一个容错率，你可以打到很硬的地方，你可以打到一些不好的位置，差一点扭到手。可是当你没有戴手套的时候，这一些差一点，这些硬一点的地方会直接让你的拳头受重伤，所以才会也有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有讲到，在实战当中的时候不要去用拳头，因为拳头确实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武器。它虽然有很强大的破坏力，可是它很容易受伤。而在实战当中，其实包含我在内，我其实比较常用的都是掌。尤其是我们今天要去打对方的头、身这些位置的时候，我用掌的几率比头要高。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手掌在实战上面的运用。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下次见。